各位好，我是 Spike，今天我们继续瓜子泡茶聊 Apple Watch。上一集我们聊到了 Apple Watch 的蜂窝版本和 GPS 版本之间的一些差异，以及我个人推荐大家该如何看待蜂窝版本这件事情啊。主要呢还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大体的思路。我想你知道了这个思路之后，哪怕你以后再更换手表的时候，你也会有一个大方向。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我们叫售前服务是吧？就是销售的这个层面再继续聊下去。我们聊3个内容，就是尺寸大小、型号差异以及如何去识别它们的不同。我想先聊一下尺寸吧，因为在我工作的经验当中啊，大部分的前来购买 Apple Watch 的用户，特别是第一次打算使用 Apple Watch 的用户，他们往往比较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吧，我只能这么讲了，就是我买大的还是买小的。很多之前有过购买手表经历的人呢，他会天然的把这个大表盘和小表盘分为男款跟女款啊。那如果我在上班的那个时候呢，如果我感受到我的顾客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肯定会第一时间表达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大表盘跟小表盘，它和男款、女款半毛钱关系没有啊。当然，如果我面对我的顾客，初次见面，我也不好意思说的这么直接啊。但是我的观众啊，应该知道我这个意思是吧？就是大表盘和小表盘，它跟男款、女款没有任何的关系，主要呢就是看2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你是否喜欢，这个是占90%，剩下的10%呢就是看你的手腕粗细。而这个手腕粗细，当然是你如果手腕稍微粗一点的，那你肯定适合戴大一点的表盘。那我也看到过很多比较瘦小的小女生，但是呢，她就是喜欢这种像我们说就有点像时装表的那种感觉，就喜欢在这种小胳膊上戴一个大表盘，这个绝对是可以的。你知道我见过最夸张的是什么样子的吗？就是他就是喜欢大表盘，但是他买了大表盘之后，他配最小的表带，那个表带呢已经就是最小的一个扣，他都没有办法戴好，就手表还在那咣当。那你知道 Apple Watch 是不能在手腕上咣当的，如果这样咣当的话呢，它会丧失一切的健康功能。你至少稍微要紧固一点，是吧？你如果是一抬手，手表哐下来，手垂下去，手表哐再下来，这个普通的机械表是可以的啊，但是你如果戴 Apple Watch 就真的不建议这么戴了啊。当然你是消费者，最终的选择权在你，就是他就是太喜欢大表盘。那这也是一种不一样的美嘛。那我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但不管怎么样，你都不应该把大表盘就看成是只有男的才能用啊，小表盘才只有女的才能用。我是非常不赞同一种这样的去进行男女性别的分化的。可能你会说，哎呀，我是个女生，但是我长得胖了一点，但是我就只能选大表盘，看起来更和谐啊。我这么说。大表盘我可能戴起来更和谐，这是不是就真的证明我太胖了呢？那我为了虚荣心，我也想买个小表盘，可不可以呢？当然也可以。你不光是虚荣心，如果你觉得，你就希望追求这种大手腕里戴个小表盘，你比如说我原来在早年戴这个手表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胖嘛，所以我最喜欢的系列其实是那个 Swatch 的那个超薄系列。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手腕这么粗，你不是应该买着像卡西欧那种超大的运动手表吗？那2种表我都戴过，但是我一直对 Swatch 那个超薄系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向往。可是到现在自己没有这个舍得割肉的买一台，原因就是因为我胖。那么你本来就胖，你戴手表呢又戴这么大，那这个就更硌手，你知道吧？就是包括穿衣服的时候会硌袖子啊，就是带来更多的不方便。反而越胖呢，你戴一个薄一点的、小一点的，那可能对你的生活的便利性会有一丢丢的提升啊。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小的分享。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手腕粗就一定要配大表盘。这只不过我们是从大众的普通审美，就是看你手表的大小跟你的手腕搭不搭来去看的。那你如果说是就是
手腕粗，我就想配小表盘，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选择合适的表带啊，别到时候你手腕太粗了，你表带扣不上啊，那个也不行。那你说，如果说我为了虚荣心去买一个，我明明也喜欢大表盘，我的手腕也粗，但是我就是为了虚荣心，我希望我自己瘦一点，我能不能买个小表盘呢？我觉得这个话题呢，我们讨论手表的时候就有点偏题了，有点深入了啊，这不是一个话题了。但是既然聊到这儿，因为你知道我也是一个聊天节目嘛，这就是你们看我这种基于聊天调性的谈科技的一个好处。我们不是纯谈科技，是吧？我们也要有人文的关怀在里面的。那我个人认为就是，不要那么的，讲面子吧，是吧？还是要更适合自己为好。我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啊，就是我在上中学时代的时候，就那个时候买裤子，那时候我也胖嘛，买裤子，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合适的裤子，明明不合适的裤子啊，明明自己穿上是有点勒的，因为腿粗，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呢，就特别想买这个瘦一点的裤子，原因就是想着，哎，未来有一天我要是瘦了呢，我相信各位大部分人应该有过这种经历，是吧？但是后来年纪长大了，慢慢长大一点，那是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有那个想法，虚荣心比较强嘛，青春期嘛。然后稍微长大了一点，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我就完全再没有在意这件事情了。有家人跟朋友就是说你又想让我回到那个时候，说你买个瘦一点的吧，你要因为这个瘦裤子来督促你减肥。我说等我减下来再说。这个是当然了，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啊，我不是说有虚荣心不好啊，虚荣心我觉得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它并没有褒义和贬义之分。但是我觉得只要大家不要把大小表盘作为男女性别的划分就可以了啊，剩下的你们自己定就好了。其实更务实的一个选大表盘跟小表盘的因素是什么呢？您的手表可能会1年2年或者3年换一个，但是呢，如果你今年戴大表盘，明年戴小表盘，这会造成一个问题是，你的表带就不通用了。你看 Apple Watch 从10年前发布一直到现在，每一代的 Apple Watch 它都是一对一对的发布的，它都是一大一小一起出来的。那么就意味着，如果你选择了大表盘，你之后理论上一直就选择大表盘会比较合适，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表带会留下来。而且 Apple Watch 这种东西，你不管是官方的回收还是二手，你自己在海鲜市场把它给卖掉，其实这个表带你都是自己会留下的。我原来在官方回收是肯定不要配件的啊，就是要一个表头就好了。但是我原来在闲鱼上卖的时候，曾经这个买家会问我，哎，你这个表带呢？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这个表带啊，它属于比较个人的用品，而且它跟手表不一样。手表你是可以，因为它防水的嘛，你是可以彻底清洁干净的，这个没有什么卫生问题。你哪怕拿酒精擦，就泡在酒精里半个小时，这个问题都不大。但是表带这种东西，一旦被一个人戴过之后，它是没有办法彻底清洁干净的。即便是这个硅胶表带，它汗水啊、脏东西啊，时间长了它总会吸在里面，一个跟材质融为一体啊，它没办法完全吸干净，你可能会闻着臭臭的，看着脏脏的，那这个其实对下家的体验也不好。所以每次我在海鲜市场去卖我的二手的手表的时候，但凡下家管我要使用过的表带，我都会跟他这么讲。那目前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买家，听到我这么说之后，还是非得管我要表带的，因为他非管我要，我也会给他。我不是说不想，我不是说为了留一个这个表带存着，然后有存表带癖啊，我有没有有一点，但是也不至于就是人家都买你东西了，你这表带不给人家，不至于这样子啊。但是就是这确实有一定的这个卫生的隐患啊，不是说不给他，而且他如果真的想便宜，淘宝上的这种二手表带，其实你买一个也非常便宜，又是新的，就是选择会很多，所以基本上我遇到的大家都是接受的。那么如果你表带自己留下来的话，其实你未来换手表，你就可以一直的使用这些表带，而且可预见的未来，只要 Apple Watch 没有一个大到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表带应该也是能够一直用下去的。前提就是你不能中途的从大表盘换到小表盘，或者从小表盘换到大表盘。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你想攒表带的话，还是希望大家一次性的考虑好，
不是说不能换，但是你换了之后就知道了后果。你像我老婆之前就换过一次，但是她可以换，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用大表盘的，所以她大小都能换啊。当然其实我也一样，但是我这种胳膊我是不太能够用小表盘的啊。但对于我老婆来讲，她随意换，因为这个小表盘的小表带她就留着收藏她用，然后大表盘就给我用就好了，大表盘的表带可以给我用啊。所以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样有自己的另一半呢，你也可以，但你的另一半也比较喜欢科技产品，也愿意跟你一起去佩戴 Apple Watch 用它独有的这种沟通模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开心且幸福的事情，对吧？我只能这么讲啊。就是表盘大小，咱们就聊到这儿吧啊。那第二个，我们聊一下型号差异啊。这个型号差异基本上每一代的 Apple Watch 你会发现它都有3种不同的型号可以选择，也就是不论大表盘跟小表盘，当你选好了大小表盘以后，你还会面临3种不同的选择，也就是基础版、中间版和高级版。这样我这么说大家比较能够分得清楚嘛。那所谓的基础版呢，一般就是我们说运动系列 Sports 系列啊，然后那个中级版呢，就是一般来讲是官方就叫 Apple Watch， 没有任何的附加，这个就是中等版，看起来像主推的意思，但是其实我觉得不太这不予置评吧，这件事情好吧？这个就是这叫 Apple Watch， 但这种叫 Apple Watch 的中级版呢，一般就是它的材质会好一点。然后还有一个高级版呢，我们就叫 Apple Watch Edition， 就是特别版，你可以这么理解吧，就特别版，它的材质呢会更特殊一点。那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当我定好了大表盘跟小表盘之后，接下来我在选初级版、中级版还是高级版的时候，你在选择之前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选择哪个版，它的功能都是完全一样的，100%的一样，完全一样的，除非你选这个 Ultra， 那个会不一样，那个是面向专业市场的运动款啊。除了 Ultra 以外的这3个这个级别的版本，它的功能是完全一样的，你价格上的差异，主要的差异就在材料上面。那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说的初级版就是铝合金的材质，这种材料呢比较成本低啊，比较容易获得，价格也便宜，所以卖的也便宜。那普通的中级版叫 Apple Watch 的那个呢，往往是不锈钢的版本。那它是抛光的亮面的啊，一看起来就比较上档次啊，但是这个重量呢随之也就加上去了，会更重一些。Edition 的那种特别的版本呢，这就看心情了，不一定了。像 Apple Watch 历史上它出现过的特别版的材质，有最早的纯金打造的啊，18K 金的，这是第1代的。后来呢有过陶瓷的版本啊，就是纯白那种陶瓷那种白，非常漂亮。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钛合金啊，最后钛合金其实一直用到现在，被更多的人喜欢。因为为什么？你会发现最开始的纯金的和陶瓷的，它卖的价格都是最高的，那个价格呀，你一看就明显是高中低3个档次，就明显的拉分开来。但是最近2年你会发现，直到用到钛合金的这个外壳的时候啊，这个钛合金的版本和不锈钢的版本其实差别就不大了，可以说价格就完全一样。那在这种情况下，钛合金就很好的弥补了不锈钢那个过重的问题。但是在早先 Apple Watch 第9代以前，虽然钛合金是又硬又不太会有刮痕，然后又会比较轻，但是呢它是亚光的，它不像那个不锈钢抛光那么亮。当然你如果特别喜欢那种亮光的，就是闪闪发亮的那种感觉，对吧？这确实很好看，那你也能接受它的重量。那这个时候呢，你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抛光的不锈钢其实它会比较容易留下划痕的。但它不太容易留划痕的原因是因为你戴在手腕上，你不会经常用手去摸那个表壳，所以看起来还好。但如果这同样的材质放到手机上，那个划痕就是一道子一道子的了。所以这个不锈钢的表壳唯一的不太好的可能就是它留划痕，但是其实那种划痕呐，只有在你就是离这么近这样去看，
你才能够看得到。普通的距离你基本上是看不到的，你看起来还是 bling bling 一闪一闪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如果喜欢一闪一闪的，你还是选择这个不锈钢的版本会比较好。那但是呢，今年的 Apple Watch 第10代就是开发了一个新的工艺，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是这个应该不是碳纤维吧，还是这个钛合金嘛，把钛合金也抛光了。就是你买钛合金的版本，它也是一闪一闪的了，哎，那这个就比较吸引人了啊！如果要是我的话，我是喜欢这种一闪一闪的感觉的话，那今年我肯定就选择这个钛合金的这个亮面钛合金的版本了，就不太会去选不锈钢的版本，因为价格差不多嘛，基本上是同等价位嘛。所以大家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进行选购了。如果你觉得你的手表大概率上是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比较多，那我觉得你可以好好的在这个铝合金、不锈钢和钛合金上面进行一番筛选。但如果你跟我一样，第一不想花太多的钱在这个电子产品上面，因为你还要买 Mac， 你还要换 iPhone， 你还要买显示器，你还要买相机，是吧？你数码爱好者嘛，这些都是必备，是吧？你还买充电宝。那想省一点怎么办呢？你买一个，就像我用了10年 Apple Watch， 我也没有带过不锈钢的版本，我带了10年的铝合金版本，虽然年年换啊，10年的这个铝合金的版本都是买最便宜的。那我体验到的功能是一点不差的啊，就是这个表壳的外观没有你们那么闪耀而已啊。好，那这个是普通的系列，普通的 Apple Watch 系列。那从前年开始呢 ，Apple Watch 又推出了一个面向专业市场的系列，就是大家知道的 Apple Watch Ultra。那么这个 Apple Watch Ultra 呢，首先它的表盘更大啊，它的表带呢应该是和大表盘的那款 Apple Watch 是通用的。所以如果你喜欢 Ultra 的话，你原来也是用这个大表盘，其实你那个大表盘的表带可以跟 Ultra 通用。那如果你是大号的普通的 Apple Watch， 不是 Ultra， 你也可以单独去买一款 Apple Watch Ultra 的表带。哎，这个倒是一个小技巧。等下一期我们讲表带，我会跟你说，有一个表带其实是我觉得有史以来最舒适的啊，是 Ultra 的表带。你们可以，如果你们没有戴 Ultra 的手表，但你可以试一下 Ultra 的这款表带。我个人认为是舒适性最好的。我们下一讲再跟大家详细聊。那对于 Ultra 来讲呢，我觉得我自己从来没有买过 Ultra， 它已经第3代了嘛，对吧？我1代都没有买过。我也不推荐在犹豫我要不要买 Ultra 的人去买。就是买 Apple Watch Ultra 呢，跟你买一个Pro 系列的 iPhone 是一样的。如果你还在思考我到底要买 Pro 还是不 Pro 呢？我到底要买 Ultra 还是不 Ultra 呢？如果你还在想这个问题呢，基本上我就推荐你不要买那个 Pro 或者不要买那个 Ultra 了。为什么？但凡这种专业版本、专业的机器啊，它至少在功能上都是为专业用户准备的。而专业用户他是不需要考虑和犹豫的，他一定是买专业版本的。那这种情况下，既然你在那儿犹豫，就说明在功能上你是不需要那些专业用户所用到的功能的。但是如果你还在犹豫，注意，我不是说但凡你犹豫了请不要买 Ultra，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一直有个前缀的，我是说从功能上来讲，你是不需要 Ultra 这些功能的，大概率上啊。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犹豫，你怎么办呢？你千万别欺骗自己。我个人建议你不要欺骗自己说，哎呀 Ultra 那个潜水功能我以后会不会去用到啊？我虽然现在不会潜水，我以后会不会潜呢？这个 GPS 双频定位更准确，我会不会在高楼林立的这种小径上面去徒步或者是跑步啊？别去幻想这个。你与其幻想这个呀，你不如去想，我多花这点钱带一个大一点的不一样眼的手表戴在身上，它会吸引来更多的目光，给我带来更多的自信，值不值？从这个角度去想，我觉得更靠谱一点。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消费观，我个人肯定是很认同的，就是这个消费观，你不理性、不看性价比、不看功能，才是人类最正确的消费观，或者说最正常的消费观。那个用理性去选择性价比的产品啊，是穷人的产物。开个玩笑啊，就是那种是要更费脑子的，你要去思考，是吧？你知道人类的大脑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希望你越少思考越好，因为它节能嘛。
大脑是耗能大户啊，人体当中的耗能大户啊。你的这个静态卡路里当中有60%-70%都是消耗在你的大脑上面，即便你什么都不想啊，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脑它节能是很重要的。当你去理性的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这就是反人类了啊，这是一种反人类的行为。所以就是你感性的去买，从外观上去买，包括像买车，对吧？其实这都跟买衣服是一样的。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对啊。我希望我频道的这个叫数码爱好者、数码发烧友啊，都能有这样的一种，就是都能接受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别把自己那个我一定能买到我性价比最高的东西，我来给你们推荐，咱别这么自信啊，很多时候不一定。所以这种时候，但凡你在犹豫专业跟非专业的话，你比如说你买 iPhone， 对吧？我见过太多人了，他就是买 Pro 版本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喜欢的那个颜色只有 Pro 版本有，他就喜欢黑色或者白色。那你普通的数字系列，它就是那种比较亮丽的那种彩色的那种配色，他就不喜欢，他就喜欢沉稳一点。你说他真的用到那第3颗摄像头吗？他真的用到那么高的这个芯片吗？完全用不到啊！他甚至根本就不会去拍照。有很多这种富有的老年男性是吧？那我就喜欢他这个黑色，那人家买个 Pro， 你有什么意见吗？是吧？人家这个才是我们这种开店的喜欢的用户，你要知道啊，对吧？哎，所以说啊，这个型号的差异呢，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来去考量就好了啊。我觉得大部分人呢还是买普通系列。Ultra 呢，从功能上来讲，它更加定位于专业运动的手表啊，就像这种专业运动相机一样的。我个人觉得它不适合所有人，特别是它的重量体积都会大一圈啊。那这个我个人也不是太喜欢，因为你外观如果也不喜欢，功能也用不到，那我为啥要买那个呢？所以我个人是不会选择这个的哈。那我选择的一直是大表盘，然后最便宜的那个版本啊，就是所以我把我10年的选择都告诉大家。这个是 Apple Watch 的型号差异。总结一下 ，Apple Watch 一共有4个型号，大的分类分为普通款跟 Ultra。Apple Watch 普通款跟 Ultra 这是2大类。那你要先选择你要不要 Ultra， 这是专业方向的啊，它的这个有一些功能是普通款没有的。那如果你不需要 Ultra 的那种专业功能啊，比如说跑步的时候记跑道的哪一圈，内圈还是外圈，这个都能记录，都能识别。然后这个你要去水肺潜水，就是背个氧气瓶潜下去的那一种。如果你是有这样的运动的话，那我觉得这还用听我白话吗？这不用了呀，对吧？普通款你就不应该看呢，对吧？然后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从普通款当中高中低3个价格跟型号上面去进行筛选，按照刚才我们聊的那个样子。那最后呢，我们跟大家去看一下怎么去识别。如果你在购买之前去识别的话呢，那其实挺好识别的。你不管从网页上去点选，还是在实体店，你去问，这个都没问题。但是难就难在你已经买完了，可能过了2-3年了，甚至你想去换一个 Apple Watch 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你去回收，你要填你是第几代的，对吧？官方还好一点，你直接填序列号就好了。但第三方的一些回收，它真的是让你填你第几代的手表怎么样，就是你不知道这些信息啊，大表盘、小表盘多少毫米的不知道呀。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其实把你的手表从你的手腕上摘下来，你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接下来用第2个视角给大家去演示一下哈。这个是我目前的 Apple Watch。那当我们这手表正面，对吧？当我们把手表翻过来，你去看手表背面最容易脏的这一圈，如果你摘下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哟，这一圈已经很脏了，那我就提醒你，你要注意自己的这个戴手表的卫生情况了，是吧？那正常情况下，或者脏的话，你把它擦干净哈。正常情况下，这一圈的文字写的就是这个手表的型号。我们可以先找到 Apple Watch 啊，这个是最容易看到的。我看看是不是能够让它，我不能离太近，离太近它的对焦就这个地方是最清楚的。先找到这个 Apple Watch， 对吧？然后再往后看就是它的是第几代的版本。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写的应该是 Series 9。对吧？没问题啊，看得到啊，Series 9，我再清楚一点，然后再往后看，这个边写的是45毫米还是49毫米
45毫米啊，是大表盘啊，因为我在相机里看我也看不太清楚啊，45毫米。然后再往后看，这个是什么？铝合金，铝怎么发音？aluminum 是吧？这铝合金版本啊，这边写的都有啊，看到吗？哎，这样能看清了啊。然后再往后呢，就是铝合金表壳，还有一个是叫什么氧离子金属的这个玻璃啊，看到吗？有些我也不知道咋翻了啊，你们去看好了，这个啥意思啊？英文好的可以给我翻 cream case。ceramic case 啊，这个其实这个 case 是啥就无所谓了，我觉得。然后这个后面写的是 GPS 啊 ，GPS 它不是蜂窝的，不是 cellular 的，是 GPS 的。所以你翻过你的表盘，按照这种方法去查看，你就可以很好的去识别你现在的这个手表它是什么样的型号、尺寸大小，就都没问题了。啊，当然还有更傻瓜的一种方法，就是直接上官网输序列号，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往往呢，你能看懂表后面写的这些文字，你就不太会需要再去输序列号了。如果你后面写的这一圈英文都看不懂的话呢，那我觉得让你去官网输序列号，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难度还会更大一点的事儿啊。好，那今天的 Apple Watch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